Hello， 我是托马。以下收看呢是托马拿马后手。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可以来到距离台北40分钟的宜兰礁溪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宜兰礁溪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哦。那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影片要开始喽。托马拿马后手，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爬的位置呢是在。宜兰礁溪离台北市只要40分钟的距离，冬天的时候很喜欢那边泡温泉的一个地方。礁溪的礁呢是搭的意思，打 K 的意思呢是指干涸的溪水，因为这一块山坡地的下面呢长期的干枯，所谓的溪就是指汤围溪这个地方了，所以以前呢礁溪呢也叫做汤围。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礁溪，我们来体验 CP 值非常高，2020年1月才开幕的东吕汤宿。进入了东吕汤宿的房间了。这一次我订的房型呢是庭园式的，每个房间里面呢都可以来泡汤。这个东吕汤宿有45间的房间，每一间都有它的特色哦。在参观这一间民宿的同时呢，我要先来换上我的浴衣喽。OK， 一起来参观东吕汤宿 ，Go！整个东吕汤宿的起点呢，在我现在中庭的地上呢，有一个台湾形状的一个花圃。在我的身后的是它的旧馆。以前呢，在民国60年代的时候，叫做嘉宾庄大众澡堂所改建的旅馆。屋顶门楣啊，还有斜角屋地上的砖块，保留了原本日据时代大澡堂的特色。除了你可以住宿之外呢，当然你要来这边泡汤也是可以咯。在我身后一间一间的汤屋呢，里面总共有28间，它也是属于半露天的方式，所以有机会的话呢，也可以过来这边泡汤哦。一进门口这个地方，他们的新馆主要是以清水模所打造的。那我们这一次住的呢，就是大众澡堂所改建的房型。有说到嘛，这边是一个大众澡堂所改建的房间，保留了景，你没听错，真的是一口井。在旁边呢，32寸的 Panasonic 的电视，还有一张双人大床，总共有4颗枕头。旁边这一个小桌灯，是一只豹吗？还是老虎？然后咬了一个浅猪。床边有插头，角落也有，算是充足的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有附了一个比较厚的窗帘。还是要有所区别。这边所附的茶池堂提供的备品，厕所呢就是有免治马桶，这点还不错。整个礁溪的温泉呢是碳酸氢钠泉，无色无臭味，不像硫磺泉一样那一种。这一间房间 CP 值算还蛮高的。现在躺在这个床上，也差不多快6点了，带大家去这附近还不错的一间居酒屋，还蛮期待的。我们已经吃完了刚刚那个川居酒屋，整个的气氛非常的棒。刚有喝了一杯 Highball， 好吃的是它的肥肠。我们有点了干贝，还有虾子、甜虾、鸡肉串、猪肉串，鸡翅也还蛮不错的。整个生意非常好超多人来都没有位置，因为它其实空间很小，它1楼只有8台，不过都要定位。我觉得还蛮值得来试试看的，刚好就在旅馆的对面，可以走过来试试看。第2天早上呢，依然呢来泡我澡汤，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温泉一点都不大，大概就是20几度吧，我觉得还蛮纳闷的。关于昨天晚上的床，我觉得床偏硬，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啦。我还有发现一点，货箱好像没有再又更换，所以上面呢有一些灰尘，这一点我觉得可以需要改进一下。
粥饭还是以中式为主，粥品啊或者一些花生、面筋、瓜瓜，还有一些时蔬。它也有生菜沙拉，不过种类没有很多。特别呢是我手上这一个宜兰最有名的包子，它的包子呢是现蒸的，这个还蛮值得推的。今天人还算多，看到蛮多的家庭过来，可能是因为暑假的关系，赶快吃一吃，待会要回房间 check out 哦。吃完了早餐，虽然这一间的早餐并没有让我惊艳到，日式氛围做得很棒。整个餐厅呢使用的是木头元素，然后加上中庭有2棵老树，这一个保留下来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还有运用的是榻榻米些小垫子，那它的墙壁上呢也都是挂着日式氛围非常浓厚的一些壁画。关于这一间的 CP 值来说，有刻意的要营造出小而美的日式温泉旅馆的样子。该有的庭园造景啊，弯弯曲曲的动线，这一点都还蛮像日式温泉旅馆的。然后而且它地理位置非常好，离礁溪火车站非常的近，我还是蛮喜欢这边的。如果你来宜兰的话，有机会也可以来住这间东旅堂宿，推荐给你。我是托马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一个城市见，拜拜。后来我去问了柜台，我才知道房间的温泉水龙头右边呢是调整水量，左边的那一颗完全没有作用的是调节温度。因为我昨天试了半天，水龙头上并没有任何刻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做什么用。不然我还想说，是不是因为7、8月暑假的关系，所以温泉呢可以变成冷泉？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如果你有来这边的话呢，要特别注意一下哦。